那时节，我因为付房租要用银两，常常吃到生水的亏，但是要向钱庄去开一个户口，需有殷实富户担保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在钱庄中开一个户口。银行界中第一个开始创办银两存户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，他们也发行一种支票，这种支票上写明98归元银多少两，这种存户也有利息的，这是银行采取钱庄方式的第一家。所谓庄票，有一部分根本是一本白纸簿，在正票与其缝之间由钱庄盖上2个图章，所有银码都是用墨笔临时写上去的，再在银码字样上盖上几个图章。另外，由钱庄本身签出的名为画条，也是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墨笔字，盖上几个章。所谓画条，是钱庄与钱庄相互划付款项的一种单据，看来很简陋。钱庄的图章是木刻的，上面刻着凭票向中国通商银行南市分行收，他人实得作为废纸。毛笔字写的有如龙翔凤舞，虽然上面写的银码只得550两，但是签单人的笔迹是无法能假冒的像的。又有一张画条是大德钱庄出的，上面写的字是收币号元10万两计正金，画元申名下3万两，花旗画五峰名下7万两，中间还写上一个直字，收尾的抬头是汇丰保行照，下面只盖了大德2字的一个小图章，再写了3月18日字样。从这张画条看来，知道是由大德钱庄开出，送交汇丰银行转托向日本正金银行原申钱庄户下划3万两，美国花旗银行五丰钱庄户下划7万两。这样2笔大数目的款项，就凭这样一张白纸写成的画条，只有大德2个小字的图章，就可以划来划去，可以证明钱庄与银行的往来都是讲信用，来往只凭这般简单的画条。这里我要讲讲钱庄问题，庄票是怎样的一件东西。庄票往来是由钱庄方面派跑街向客户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本经折，又称折子，这个折子专为客户存款而用的，相等于现在银行的结款簿，但是这个经折并不是印刷品，仅是一个空白的折子，有一个蓝布制的套子。钱庄收到了客户的银两存款，就用毛笔在折子上写明收到存款的数目，在数目上盖一个章，就算收到款子的凭证。庄票并不是存户自己开的，要向钱庄预先开定数目及章数。好在钱庄的跑街对大的客户，他们早晚都来问候，所以客户只要拿出经折，任由跑街拿去，把庄票开好了送来。只有小的客户才要亲自到钱庄去跑一次，其实钱庄不往来则已，已经来往，多数是大客户，况且跑街脚头最勤，用不到大客户亲自到钱庄去的。从前的富户不肯自己出面向钱庄开户，多数由钱庄派出跑街相付，总是要说上许多好话，如请某某翁帮忙和小号往来，而富户也总是似应非应的应付说好的，考虑。有时跑街要连跑几次，要是富户应允了，跑街就伸出手指来代替往来的数字，譬如伸出2个手指，就是表示可以透支2000两，伸5个手指，就是表示可以透支5000两等。这种方式，钱庄方面早已调查出富户的身价和信用，无条件请富户常来用款子，所谓用的一个字，就代表透支2字。富户在某钱庄开了户之后，利必先存进2、3千两银子，作为往来的开始，
此后可以依照钱庄方面默许的银码，随便透支用钱，这是信用往来，不需要什么抵押品的。要是富户想用款超过透支额，好在跑街是天天来闲谈几句市面行情或任何新闻，富户只要拿出一些道契对跑街说，这道契放在你们庄里，以备不时之需，那么透支额就可以提高了。这种方式对富户是便利得很，但是钱庄也很厉害，对没有身价信用的人是绝对不会派跑街送惊蛰和庄票上门的。那么有许多新做生意的人怎样去和钱庄开户呢？那就要请一个富户来做担保人，担保用款多少，所以任何一个人开出去的庄票，只要在用款额之内，绝对不会退票。因此庄票硬得很，相等于银行本票一样，付钱的责任是在钱庄方面，所以称为庄票。银行的开户口便比较容易，只要有一个形式上的介绍人，介绍人是不负赔偿之责的，所以银行存款不足是必须退票的，因为这个责任是在客户方面，银行不必负责的。富户向钱庄借款，并不是真的把银两车来车去，只是把自己收进来的别家庄票解入自己往来的钱庄。钱庄与钱庄之间从前是没有交换所的，也是全凭信用开了一张划条，划条的数字能大能小，小的数千两，大的几十万两，是不足为奇的。庄票的情况已如上述，所以有身价的人来来往往避开庄票。庄票的面额不像支票有几元几角的，动辄必然是整数100两或几千两，能开得出庄票的人，不问可知这是一个富翁或富商。现在我要讲一些使用庄票的故事。从前富商出门，口袋里必然要开好100两或几百两的庄票数张，逢到好赌时，大家就用庄票做赌本，因为庄票实在硬，如果拿出的庄票面额为500两，而输去的钱不到这个数字，那么别人就爽爽脆脆地扣出银钱，用现款找足面额上的数目。如果拿出来的是支票，受者的面孔就不同了，也不会随便收受对方支票的。几个人合伙经营商店，在合约签订之后，大家认定的资本都用庄票交契，这是表示大家的实力和身价，因为普通人是开不到庄票的。当然也有人用银行支票，不过形势便比较软弱，所以逢到合伙的场合，必定叫银行开出一种银行本票，那么也就绝无退票的事了。款项的兑现都是由银行负责的。